关键时刻，我们昨天特别谈到是美国国防部的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的前科长包士可，他投书到了国会山庄报，国会山报特别把它给刊出来，里面特别提到说，他强烈的建议说，如果中国胆敢侵犯台湾，那就代表你是对美国的一个宣战。我们昨天也谈到是，现在在美国要求这种战略清晰，也就是直接警告中国，你不要轻举妄动。你如果轻举妄动的话，美国一定会介入。就没有想到，川普居然在他一个支持者的募款餐会里面直接讲哦，他说，如果中国胆敢入侵台湾的话，他干嘛？我会派轰炸机去炸北京。而且你讲说，现在如果美国真的去炸北京，对中国进行任何轰炸的时候，中国竟然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对，没错，宝姐，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这个拜登已经连续讲了4次，就是说，我会保护台湾。但是川普从来没有说过，他在他总统任内之后，他就说，我要保持这个模糊，我不告诉你。可是呢，他在最近期的时候，他在一场募款的活动中间，因为他是对着他的金主们说的哦，他说什么？他说呢，如果在我的任期之内，如果中国呢敢入侵台湾的时候，我就用轰炸机去轰北京，还有轰炸机，我把它轰掉，就把北京炸掉，这样一个状况。当然，他还提到了这个俄罗斯，他也同时他说我也会把这个莫斯科炸掉。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的态度是相当强硬哦，讲这么凶。对，可是之前他在接受电视访问的时候，那个记者曾经问他说：“如果今天中国胆敢侵犯台湾的话，你会做什么动作？”他说：“我不会告诉你，对我真正答案不会告诉你，因为我这中间有一些空间。”结果没有想到，对他的支持者的时候，他直接讲，他要轰炸北京。对，所以你看，他说这个报道里面说，他的支持者都吓一跳，因为他过去不是这样的态度啊，他为什么转变成这样的态度？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美国两党都同样知道，台湾绝对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不能够让中国夺走。我们事实上，你说现在对他们来讲，台湾跟美国已经绑得越来越紧了。对，好，那为什么川普会在这个时候180度的大转弯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状况。因为川普呢，他最重视什么东西？大家知道吗？他最重视美国的股市。在他任内的时候，他在他的 X Twitter 上面来说，讲了100多次美股创新高，所以他很知道美国的经济命脉在什么地方。现在美国经济命脉在哪里 ？AI。对呀，所以他 AI 不见了，所以他现在知道了。他现在完全知道目前的格局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讲说他会轰炸北京这件事情，宝姐到底做不做得到？我敢跟大家说，如果以现在的这个美国的军事条件轰炸北京来说的话，北京搞不好是毫无招架之力。可是北京不是有很多防空系统吗？它不是有红旗9，而且它有萨姆300、萨姆400吗？而且目前为止，我们在证明说，这几天我们在讲吗？它的萨姆300、萨姆400，在乌克兰战场上面来说话，被乌克兰完全用这个所谓陆军的这个战术飞弹，就直接把你击毁，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就把你打掉。目前为止，这个红旗系列也是一样啊，巴基斯坦那边抱怨说，红旗系列根本就没有启动啊，所以它的主要防空的武器，红旗系列还有这个萨姆300、萨姆400，完全都针对美国的飞弹，搞不好都一点作用都没有啊。你说现在它的陆军战术飞弹 ATACM 在这个拿到了乌克兰手上的时候，它已经进行了很多波的攻击，的时候，这个当地都有萨姆300、萨姆400作为防空之用。结果没有一个拦得住，而且他有一个时间连续发了6枚的 ATACM， 竟然没有1枚被拦住，而且全部命中目标。对，而且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美国也把这个 F-22派过来啊。F-22派过来什么意思呢？我有能力进去中国了，你完全都不知道。也就是说，他现在为止，美国都做了非常多演练，所以美国这个川普说这样一句话，因为他也当过美国的总统，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们绝对不是在开玩笑。川普第一次表达，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的时候呢，我会把北京炸掉。而且现在不但是刚刚讲你川普讲话，不但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前中国科科长表达说，你敢入侵台湾或者侵犯台湾，你就等同于对美国宣战。现在包括怎么样？包括第7舰队的退役上校了，包括现在所有的刚刚讲海军陆战队的高级情报官，包括他们现在过去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全部都表达共同的想法，也就是不准中国轻举妄动。对，事实上你从这个川普的说法是，他要这个吓阻你之外，现在美国的军队都说，北京需明白，我们不是在开玩笑。也就是说，他要让北京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这个军方的立场是这样，这美国是玩真的。对，美国的政界立场似乎也是这样，尤其是这个退役的这个海军上将，他说什么？这一次的这个环台军演的话，他认为中国的环台军演是在测试台湾、日本还有美国的红线在哪里。那我们呢也必须给他回应。他就说我们要怎么说？
北京方面必须知道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要明白我们不会允许中国侵犯台湾而不付出重大的代价。因此，他说他的建议是，我们目前要2艘航空母舰要挪到换日线以西，在第1岛链和第2岛链内至少有2个航空母舰群在海上运作。对，就是常年的，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话，他美国并没有那么多航空母舰群在西太平洋上面走哦。他说至少要有2个，所以2个在西太平洋要有2艘常备的航空母舰巡弋。好，第2个是什么？他说美国总统在国内要发动这个军事动员，就演练军事动员。军事动员什么呢？我们在第一个时间能够很快的这个对美国还有亚洲的武装这个侵犯美国跟亚洲的国家武装要发动攻击。那紧接第3个是说，我们现在要开始检讨，要锁定中国大陆的一些关键目标，就直接要打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朝那个目标给它打下去了。所以川普说我要轰炸北京，是，结果没有想到第7舰队的前情报官居然讲，我要把中国大陆本土的关键目标给锁定住。对，尤其是他要跟他的盟友一起这样做。那一起这样做的话，那当然就是这样。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哈，他就说另外一个这个也是专家说。这个如果这样，如果中国跟我们开火的话，真的那意味就是全面开战的事。就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的时候，就是全面开战。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军方的说法都是，你敢入侵台湾或者你敢动台湾的时候，就是对美国的全面开战。而且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前高级情报官山姆他这么讲，他说如果你真的胆敢犯台的话，美国怎么办？美国可以从北部的日本介入，从南部的菲律宾介入，也可以从台湾的东部介入。对，所以是那美国都已经有相关的这个演练跟相关的这个设想。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不是讲到吗？为什么这个中国呢会这个所谓川普说轰炸中国是可以做得到？我们就给大家讲嘛。实际上这是最近，这是还是中国的网站报道的，也就是中国腾讯新闻，他们想，他不是打了6发的拦截弹，全部打空，萨姆400还被打穿。他们讲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去买萨姆300，买萨姆400，萨姆400号称是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系统，可是你碰到了美国的 ATACM， 你英雄无用武之地。对，好，为什么中国会非常重视这个消息？这是中国媒体发出来，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保监站事实上他买这个萨姆400的时候，他们当时呢是这个中国、印度还有土耳其3个国家都跟这个俄罗斯买，就那中国斥资30亿美金，购入单价高达5亿左右，它其实是比较贵的。那另外一个状况来说的话，他后来还买的非常多，所以买进来之后，结果没想到，我们中国现在的防空主力是萨姆300、萨姆400啊。还有他们自己的红79，那他们的当然萨姆300、萨姆400是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比中国的好，就没想到这一次在整个俄乌战场上面来说，他们就说，这个太夸张了吧？他说我们这个原本呢是说这个乌克兰说，我们打爆这个所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萨姆300、萨姆400，这是放出来的消息。就后来现在呢就说什么？这个俄罗斯说没这件事，结果没想乌克兰再把画面丢出来给你看，他的丢出来画给你看就是这样。你看这边有他们的这个3组的萨姆400的导弹车，这些就没多久之后，这些都完全不见，全被打掉，而且在被打掉的同时之间来说的话，萨姆300、萨姆400是有发射上去的哦。对，它的确是有侦测到你有AT 有发射飞弹的，发射上去哦，但是完全落空。没有打到，你说这些拦截飞弹全部挡不到 ATACM， 完全打不到，6枚完全打不到之后，就后来这个2颗的这个 ATACM 就直接把它打掉了。对，所以就说我来的时候你发了很多颗都是空包弹，就只有我2颗就直接把你干掉。所以这等于是中国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完全傻眼，这是我们的主力啊！而且 ATACMS 并不是美国现在最强的飞弹啊，所以那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的话，它真的是完全看到这个完全是心惊惊啊！而且 ATACM 的弹头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组装，这种不同组装现在用在乌克兰的战场里面，它居然里面这个是它的弹头，里面有950个 M74的极速弹。对，没错，因为它这所谓的战术飞弹来说的话，它可以在里面装不同的这个火药，或者装不同的飞弹之后变成不同的形式。你看他们这里面来说，它给装的这个 M74的这个极速弹在这里面之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发射上去之后，这是怎样？这些所谓被标定的都是很多的这个士兵，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员。对，相关的人员之后，结果没想到他就来了一颗这个 ATACMS 的时候，就直接打到这边。打到这边的时候，保监站打到这边的时候，这些极速弹完全都弹出去了。弹出去的时候，你看当时的时候，你看乌烟瘴气这样烟就起来了。烟起来之后，很多士兵就当场可能就被干掉的一个状况。也就是我们以前觉得你这一个飞弹是一个点的攻击，可是没想到它是整个面全部起火了。对，你看整个面这样起火，它还可以分成它连续打3颗之后，你看这个整个面起火的这个状况，就是说我标定这些人之后，就直接把你干掉。所以等于是
没多久之后，这个钢铁雨就把这些人完全几乎是歼灭。用钢铁雨来形容，因为它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集束弹，就这样啪啪啪啪，就直接把那些人完全都干掉。所以这就是美国目前为止的 ATACMS，它证明它在乌克兰的这个厉害之外，它还证明了就是萨姆300、萨姆400根本是毫无用处之地。而且这我们讲到，他现在已经派了18架以上的 F-22，这个在美国来讲，我绝对不会外销的，这个对美国来讲非常珍贵的。我们昨天也介绍了，现在 F-22的性能非常非常的强，就现在更清楚了。现在最新的数字，一架的 F-22竟然可以把144架的 F-15、F-16、F-18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事实上，这是美国在做一个红旗军演。红旗军演就表示说，红方就是中国方有非常多飞机，然后跟我们的 F-22做个对抗。那这里面来说的话，有这个 F-16来跟我互相对抗。那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我锁定击落你之后呢，你就要被退出。但是如果你假设你击落我这个F-22的话，我也是退出，就这样挂掉。就这样，他们互相这样战的结果是多少了吗？他们是36-1。就是一辆这个 F-22可以击垮36辆以上的 F-16，所以呢，他们是这样，他说是红旗9以来这个军演 F-22最佳的这个表现。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个一架换144架？就是说我里面能够搭载的武器足以摧毁这么多144架 F-15、F-16跟 F-18，所以等于是说，你看我在这个 dogfight 里面来说的话，我1:36对 F-16，而且我一架我有这么多的可以摧毁144架这么多飞机的武器，所以人家才说什么它是轰炸机嘛，跟轰炸机有什么两样？另外一个，他最近不是在把它的涂装改变吗？然后雷达转换之后，又可以变成是迷你预警机，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两个加起来的话，你说中国看到这个飞机，它不吓呆才怪啊！而且它里面有个非常精彩的描述是，它一架的 F-22A 是被3架 F-16给纠缠，对，是在近距离打 dogfight 哦，打 dogfight 的时候，我们知道全世界回转半径，等于说最能够打缠斗战的就是 F-16，它竟然1:3的时候就把2架给干掉，2架干掉的时候，在第3架的时候，他们两个是同时发射，判定同时阵亡。对，事实上这个里面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会1:36？因为宝杰。F-22的攻击武力太大，所以它在远距离就一直把你干掉。那如果真的打到最后是要近距离的时候，它1对3台 F-16，它是先干掉2台之后，还有一台我也看到2个互相瞄准的时候，他们说因为2个差距不大，所以是判断互相击落。所以呢，在近距离它可以1打3，你就知道F-16已经这么厉害，那你远距离的能力又这么强，你就知道这个 F-22来到东亚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好，吴总，你曾经讲过说。现在美中台之间，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式，而这个现在进行式会随着越接近美国总统大选，你说现在拜登跟川普2个人都会用力的踩油门，而且2个人都会对中国施予最大的压力。没有想到，今天川普居然讲了，你胆敢侵犯台湾，他连我要轰炸北京都讲出来了。对啊，所以你可以预料到。再过一个礼拜或是2-3天，拜登会讲什么怪话，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拜登一定会跟川普比狠嘛，然后拜登可能他有行政权，他有力量展现出来比较够力或比较勇敢的地方了。但是在这次的美国大选当中，这个台湾的议题绝对是美中之间的争执的重中之重。有这么重要吗？这个当然太重要了。美国人就问一个问题了。那如果要打台湾的话，他们一定要出手啊！对啊，那如何来避免这个事情，或如何介入战胜，如何胜利中共？那个方法是什么方法？他们普遍，我最近看到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 Fox 新闻的一个很重要的采访，他这个军事专家怎么讲呢？他说要耐心的等待中国的财政崩溃。这个有意思啊！对，这个很精准的讲法。就是你不要出手，你要用极大的威慑力 （deterrence） 来吓他，就是阻吓中国动手，然后耐心等待，然后中国的财政自然会崩溃掉。它会崩溃吗？那目前情况很困难啦，看中国的财政已经进入所谓的中等阶级陷阱嘛。对，整个国家现在产量过剩嘛。产量过剩，它目前来讲的话，它的国进民退的这个政策来讲的话，面临到极大的挑战嘛。你看目前来讲的话，习近平已经在最近7月份要展开所谓的三中全会嘛。那3中全会的时候，主题是什么？就是救财政嘛。是换言之讲，救财政跟维系习近平政权这2件事情是互为因果的一个重要性。
那过去没有那么重要。过去毛泽东在搞文化革命的时候，哪里管财政啊？把饿死300个人、300万人无所谓。但习近平面临到是财政的挑战，这是过去的共产党的政权没有碰到过的一个困难。所以美国人的建议是这个建议。当然问了一个问题啦，如果他真的占领台湾的话，会什么样的情况？会怎样？如果这个解放军占领台湾的话，他认为在1到2天之内台湾失守，给他占领的话，占领了先讲清楚。换言之讲，绝对不能让解放军占领台湾，一定要在不对称的战术上面能够说让他上不了岸，让他上不了岸，要让他上岸的时候，这个仗就不要打了。所以不是所谓那些前面那些人讲的那些什么要打巷战啊，要打殊死战，街头打仗那个算了，那个不要搞了。所以不能让他登陆，他登陆成功，美军完全没有能力介入这个空间。所以现在我们把这几个累积起来看的话，最理想美军现在的想法上就是说维持极大的威吓的力量。然后耐心的等待，然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财政崩溃。按照吴总刚才讲的，现在美国打的最大的如意算盘是等中国的经济崩溃。中国真的有可能崩溃吗？而且刚才吴董不是讲到吗？事实上这一次的3中全会里面习近平已经定调，他最重要应该就是跟经济相关。那过去习近平很少讲这个你知道过去经济是谁负责？是总理负责所以他现在不是说让这个李强负责，是他自己要来所以那可见这个问题来说话，多严重，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好，那到底所以那是李强扛不住的，扛不住，你根本没办法处理，由我习近平亲自来部署了。好。那当然，对中国来说最近有2个消息，可能让大家很多觉得都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第1大的这个财富管理宗旨已经挂掉了，现在第3大它叫做海银财富，海银财富结果它是第3大它目前为止来说管理约莫有465只的这个理财商品就约莫是大概它的规模是700亿人民币，折合新台币是3200亿，就没想到现在这些呢。完全钱都不见了，钱不见了，而且现在被爆出什么呢？你这465只理财商品没有一只是合法的。那你是第3大的财富管理公司，你现在3200亿的血汗钱就这样子凭空消失了。而且你当初根本是理财商品都没有经过合法的申请，你怎么会这样？所以现在等于是，那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他就有说了，他说监管那些单位的时候要拿出什么爪牙出来，所以显现这个问题是真的非常大。连中国第3大的财富公司都会出现这样，它会有金融风暴吗？目前为止来说，如果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形来说，恐怕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们这种理财商品大部分都是投资所谓的包括说房地产，所以现在房地产还没有起来嘛。好，那第2件事是什么呢？最近呢，中国有一个这个资产是277亿这个台币左右的公司他员工有上千人就被他员工电子公司他要去工作的时候，没讲不好意思今天已经不用工作了。你不是说叫你不用工作，不是叫你回去这个吃自己，没有，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因为老板不知去向。然后钱都不见了，公司倒闭，对，就倒闭，就瞬间就倒闭。他不是小公司，那不是小公司他277亿的这个资产，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对他们来讲的话，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你看公告就直接说，由于近期公司正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梳理工作，所有员工无必要不要进入公司的这个园区，谢谢大家的配合。事实上就是叫你不用来了。所以这家公司叫极目科技，对，极目科技底下有10多家的子公司，对。居然一夕之间，老板跑路了。对，他就是这样。他们就说到那个老板他们家的他们的别墅去因为他们想说老板有别墅，我知道他家在哪里嘛，就不想他家已经搬空空了，不止搬空空，上面只有一张这个 A4 的纸，还有一个这个随身碟。然后这个纸上就说我因为无法投资付这个投资人的钱62亿，所以我之后绕跑浪杠，就这样一个状况。老板跑了。对，然后后来就只有这个公司你要去上班的时候，就贴出这样一个公告。所以告诉你说，事实上中国目前为止来说话，它的经济恐怕还在一个震荡打底的可能性。你说它要回升吗？我觉得难度是相当大。好，另外就是美国现在不是公布了所谓的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他们居然要创建一个无人机的军团，更夸张，他们讲必要的时候我要干嘛？我要把中国的原油给你切断掉。对，这是下一年度，就是2025年下一年度的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不过现在已经公布了相关的内容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准备要建构所谓的无人军团。
无人机的军团，要干嘛呢？就是准备对付中国的人海战术啊，因为他知道说中国你这个船建造越多，数量越大，那现在美国怎么因应它呢？他们已经想出这个方法，而且编列预算哦，对，明年的预算也高达8800多亿美元哈，所以这是美国他们现在要建构的。同时间呢，另外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哦，准备把中国的原油把它切断。大家也知道说它的什么有一个马六甲困境不是吗？70%左右的中国原油都从马六甲过来的。现在除了这个马六甲前后把它切断之外，另外它同时也要动用到东亚地区的所有的盟邦，包含日本、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甚至澳洲，把在东海、台海以及南海的所有的全部运往中国的所有的相关原油路线全部切断。也就是中国在这次的军演里面，也所以说联合利剑2024A，它其实是一个封锁包围台湾。你要封锁包围台湾，现在美国反而是要把你的原油路线整个切掉。对，他看到这一次联合利剑2024A，那他相信说未来有 B 等等之类的，所以他现在这 A 呢是看起来就是想要中国入侵台湾的这种可能性，而且要封锁台湾的可能性。所以现在美国也在思考说，我怎么让中国动不了手？那动不了手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它如果要动用跨海战术来讲的话，必须要什么？要动用到，他都算出来了哦。动用到100万辆的汽车，2100架的飞机，8000多艘的船舶来运送这个部队，另外还有550到700艘的后勤船，对，还有登陆舰、运输机等等之类的，将近有5600万吨的石油必须要来采用。那现在来讲的话，美国就准备运用这种所谓的海上的战术，把你所有的相关东西把它封掉，也就是三军未发，粮草先行。原来你打台湾，你需要这么多的火车，需要这么多的汽车，需要这么多的飞机。更重要的是，你这些火车、飞机要动，你需要5600万吨的石油。我把你的石油给卡住了，你就动不了了。是的，所以现在你知道印太司令这个新的帕帕罗，他讲到一件事情啊，他说这一次的演习他们都看到了。他们看到的时候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来跟同盟邦之间来共同来应对中国在冲突当中来获胜，所以就是他们准备要下手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向。同时间，今天这个日经新闻的记者也提出来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其实台湾的战略价值在2战之后其实就显现出来了。他说这张图，你看这张图是什么？是《时代》杂志当年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把台湾，你看上面写的 Formosa 就视为所谓的太平洋之钥，就是太平洋的钥匙，重点就是在台湾。其实中美之间的重心就在台湾这个地方，而不是在朝鲜半岛。导播，我看这一张地图，这是第一岛链，中间的钥匙放在台湾，就台湾变成了一个钥匙 ，Formosa。这是1950年的地图，是他说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改变，这个战略价值也没有改变。不管是美国现在讲说重返亚太，然后现在讲说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都是以台湾为核心。但是他说当年毛泽东选错了，毛泽东选到朝鲜半岛，跟美军在那边打了一仗，所以造成中国将近有100万的军队的死亡。他现在来讲的话，习近平会不会在2027的时候以台湾作为核心来进行渡海战争？所以大家都等着看。你刚才就讲说，现在为什么川普的话讲得越来越重？现在美国为什么觉得我要战略清晰？现在美国已经讲，现在台湾已经不是被动，是第一岛链的中心，它已经不是说我控制第一岛链，让你中国不能出海，这个保护台湾的美国的安全，是现在美国要发展，你必须要走进 AA 的时代，你要走进 AA 的时代，你就必须要有台湾。现在这个事实，现在连美国所有的总统都不能忽视了。对，没错。我们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像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一次的 Computex， 除了黄仁勋要来之外，你看 Intel 的执行长啦，苏姿丰也要来啦，然后这个超微执行长高通啦、安谋啦、美超微，这些可以说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这个 AI 的供应链，全部都要来台湾。而且呢，他们是怎样？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所谓 Computex 是主办者是黄志芳嘛？他说，我现在好困扰啊，因为大家都想要抢第一个，那抢第一个怎么办呢？我就让他们分开错开就好了嘛。这个第一个，因为黄仁勋呢他是抢先，因为原本第一个这个 Computex 的这个展览，这个第一个会场演讲来说是由苏姿丰抢下，那因为这样呢，苏姿丰抢下了，他很早就讲了，就没想到这样子，因为这样关系呢，我这个黄仁勋我就在前一天我就在台大演讲。那紧接下来的话，下午的时候高通就要演讲，大家都卡得非常足。然后隔一天来说是 Intel 演讲，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卡来卡去。NVIDIA、AMD 这个所谓的高通，对，大家都在卡来卡去。而且你知道，事实上这一次来说的话，对黄仁勋来讲，你想说他为什么那么早就来台湾？我跟他讲，他事实上这一次呢，他是准备要怎么样歼灭 AMD。
为什么要歼灭 AMD？ 我跟他讲，歼灭 AMD。对，为什么？我们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这个辉达主要产品是 H100跟 H200，对不对？这两个晶片，问题是它有下一代叫做 GB200，或者就是还有 B200系列，100跟200。那目前他们之前推出H100跟 H200的时候呢，苏姿丰就推出一个 MI300X 的这个晶片，他说我们可以赢它，但是呢，后来这个黄仁勋又推出了 GB 系列，说我又可以赢你。所以他这一次来怎样？他这一次来是要求供应链呢，你不要用这个了，我要全部升级到这边 GB200了，GB200、B200，那我就比你的 MI300厉害。那你这个就变成是废铁，所以等于是说他这一次来了，他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一定要比你苏姿丰早一天演说，所以我就要来，所以为什么你看他找台积电，找这个找这个所谓广达，就叫后来了，我们现在你台积电能生产多少 GB200，能够快一点的话，全部都来，我要赶快尽快上线。有人讲黄仁勋跟苏姿丰两个有亲戚关系，对，两个有亲戚关系，就有在商场上杀得你死我活。宝姐，黄仁勋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去年是全美国最受欢迎的 CEO， 可是他自己说根本很难，人家很难跟我共事，因为我要求完美，我要的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你觉得他好像看起来是很 nice 的，没有，他是很强硬的。不是。会者要跟他拍照，他都跟他拍照了。那是跟你拍照没有问题，但是在商场上面来说，他是绝对把你宰的痛不。你说他当一个老板，当一个主管是非常凶狠的，非常凶，他对属下来说要求都非常非常严格。那他小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小时候不是到这个美国去念书吗？那他小时候到美国念书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有非常多混的，然后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外来的这个台湾过去的，他们都要去洗厕所，那混每天要找他麻烦啊，所以他从小就在练身体。你看他其实身体是蛮精壮的，对耶，他有在练身体哦。你要跟他打架，他不见得会打输你啊，宝姐，你知道吗？所以他是在一个被霸凌很凶狠的环境长大，所以他的个性其实是很凶狠的。那他这次来的话，他当然就是要把 AMD 干掉。所以苏姿丰当然知道嘛，所以苏姿丰要赶快，他也要来台湾，所以他要拼第一场。对，他要拼头香，是，结果没有想到头香还有一把香。对，而且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这些都是大家在互相争夺。那当然 Intel 也要来嘛，问题是 Intel 目前为止它根本就已经不是个咖嘛，因为为什么？因为 Intel 目前为止来说啊，它准备了现在这个传言中，因为 Intel 目前还是道琼成分股，传言没多久之后，它可能就会被 NVIDIA 取代。所以我跟你讲，这些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什么来台湾，他们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彼此在互相争斗。这个争斗的舞台主角现在就在台湾，所以说台湾不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战场，是台湾也是未来 AI 高科技的战场。我只要能够获得台湾的产能，包括说从台积电的产能的帮助，或者说有这个所谓广达、有人保或者有鸿海等等的产能帮助，我就可以打败对方嘛。所以这就是现在你看他们为什么要前仆后继来到台湾，这都是有理由的。而且每一个，你看苏姿丰也是很强悍啊，他能够在美国那么多男性的 CEO 里面，他能够把它捡起来，这个都是非常厉害。所以他们几个都是很凶狠的人来到台湾，彼此互相争夺产能、争夺人才、争夺他们的订单。那只有台厂可以吗？目前为止的确是这样，因为目前为止 AI PC、AI 手机或者整个供应链都在台湾，所以你看谁都要来台湾。苹果接下来它要发展这个手机，它要靠谁跟它合作？也要靠台湾跟它合作。所以未来的 AI 领域里面来说的话，台湾注定就是那个闪耀的光芒。所以为什么现在川普会突然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也常常在看这个美国的电视台，他应该知道，美国这半年来，如果你仔细去看 CNBC 那些频道，他们讲了多少晶片 chip， 然后讲了多少 NVIDIA， 那 NVIDIA 黄仁勋每天他们台湾，无形之中啊，真的让台湾变成是美国不能够忽视的角色。好，所以会在我们这个外行者看到嘞，昨天黄仁勋带着这个张忠谋带着这个林百里到了这个宁夏夜市去吃这个点心，就跟他讲，就搞了半天不是，他是来抢人才，去抢地，去抢产能，原来他永远要比苏姿丰快一步。宝杰哥，他今天大量军火啊，什么在大量向军火，就今天又夜所有的供应链哦，吓死人！那个名单讲出来，你知道电子五哥几乎全到。很可怕，你知道吗？包括华硕的施崇棠啦，包括和硕的童子贤啦，英业达的蔡志安啦，伟创的林建勋啦，广达的林百里啦，广达还有云达科技的杨奇丽啊，中华电信的郭水义啊，鸿海的刘阳伟啊，全部今天都到齐。昨天找的是广达跟台积电的这个张忠谋，今天有特别讲，昨天是林百里做东。今天是他回起，但他这一次把所有的供应链全部都找来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今天这个餐厅前面这个爆
这是他的军火展示，军火展示，这是他的军火库。对，军火库，而且我跟你讲，连这个受访者，等一下，黄仁勋的保镖这么重，对，而且我跟你讲，当然重啊！如果你有这么快1000亿美金的身价，你会不会找壮一点的？要是我会找壮一点的。真的，你看多少人在这边，每一个他邀请的贵客都是在经历过这么多媒体的一个拍摄情况进去，这代表什么意思？万一野狼啦，一顶好狼，就是已经所有的媒体都见证了他是他的人，所以你说军火展现是不是军火展现？当然是军火展现啊！而且包括像云达的总经理杨奇丽，他自己受访的时候就说啊，他说哇，我们这一次会把我们所有研发2年的秘密武器全部都展示出来。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个 Jason 就厉害耶！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就是吃顿饭来聊嘛。你知道他虽然是美籍，而且美式作风，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一餐一餐，让所有人都见证了哇，高温下底加崩。所以你说你看那个跟那个 AMD 的那个苏姿丰要在 PK， 光是在声量上，苏姿丰就已经被他压着打了。所以你说他厉不厉害？是不是在商场上就是将本求利啊？看谁的量比较多，谁的价钱比较甜。吃饭有用，当然有用啊！吃1次、2次、3次，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大老板，我跟你讲，你平常有那么容易见到那么多大老板没有？那这些大老板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而且明明知道 Jason 请客，每一次都一大堆媒体跟，为什么这边还愿意来？因为他是真的是下大单啊，他真的也就是我们 AI 整个世代的领航者啊！你要跟对老板，跟对人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些供应商全部都来到这个现场的原因。那我会觉得其实现在包括你刚刚讲的这个5大巨头来，这些所有的目光，大家都被整个这个黄仁勋给紧紧抓住了眼球，所以呢，这个 Computex 根本未演，但胜负已出。玉宝，是这个 AI 到底有多重要？你看到现在美军刚刚讲，我要成立一个无人机的战队，不但是无人机的战队，现在各种实验都出来了。对，其实我们在看乌俄战争从3个月打到3年，你看到乌俄战争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你的坦克车你也过不去，一堆的龙牙，一堆的东西。那现在来讲的话，美军全部弄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推出去之后呢，至少20台无人机直接飞出来。无人机飞出来之后呢，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去侦查，它可以 AI 运算，说你这个龙牙到底是真龙牙、假龙牙，你这个地雷，它可以去感应你的这个光学反应，到底是真的地雷还是假的地雷。弄下去之后呢，它直接帮你扫雷。如果它感应出来是真的地雷，就把你打掉了。无人机扫雷，对，用无人机扫雷。你过去扫雷的话，你要过去慢慢的摸啊，然后有时候炸到还炸到自己的双腿。现在都不用，反正呢，它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感应，感应到之后呢，有需要直接把你打掉。而且呢，它这个载具一出去，至少20架无人机，所以呢，他们只要一出动之后呢，它可以快速的去荡平它接下来要运作的一个攻势。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呢，对，一次把你炸掉了，他就把你一次炸掉，然后弄完之后呢，过去来讲的话，你要弄，然后每次推进1公里1迈都要非常辛苦。现在不用，反正呢，我确定好是真的雷，我就把你炸掉。我确定你是假的龙牙，那我们的坦克车就没有后顾之忧，直接把它碾压过去。而且这些除雷车也是无人驾驶，对，也都是无人驾驶。过去来讲的话，你光是除雷的部分，你都要牺牲很多的军力，甚至是士兵的性命。现在都不用，反正我确定好之后呢，我就可以把你弄下去。所以丢爆炸锁的那台车是无人的，也都是无人的。现在来说的话，你看各式各样的各项的一个障碍，包括你说的这些龙牙，包括你说的地雷，我只要无人机一过去之后呢，我就帮你计算好了，哪些是需要我出动这个无人车的，哪些你根本就不用理的，你这龙牙根本就没有往下压的，我只要坦克车过去压过去就好了。所以呢，清除之后呢，马上就可以进行进攻。这也就是他们现在来讲的话，用 AI 来进行打仗，以后乌俄战争大家僵持的状况呢，就不用再发生了。因为现在为什么美国要大量发展 AI， 是因为中国也不可以小觑。对，中国现在刚刚讲，它的机器狗上面已经放了自动步枪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狗像不像是以前美国厂商运用的狗？可是呢，美国厂商他们在用的狗呢，在中国的对，是小型的。现在中国把这个小狗变大狗了。以前那些机器狗呢，大概到了我们正常男生的一个膝盖，现在已经变成到腰了。然后呢，过去来讲的话，上面用的是摄影机，现在中国很狠，直接把机枪给弄下去，把这个 rifle 给用下去之后呢，
以后双方来进行攻势的时候呢，我先派机器狗过去，机器狗过去感应之后呢，快速扫射。过去来讲的话，你看你人类要扫射的时候，你还要转身，现在不用，360度，啪啪啪啪啪就把你扫射过去。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也都是抄美国的科技，可是呢，它抄的非常的细致。反正有这些 AI 技术之后呢，一样，他们也是无人机先飞，飞完之后呢，上面有机枪，对，它也是360度机枪，然后呢，这种4轴、6轴的无人机快速的扫荡，就把这个战事先给压制住。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起，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道和。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周六周日决战关键，等你来上线。